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好了，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厉浩洋老师，欢迎厉总；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接下来的时间看一看今天的第一对嘉宾面临了怎样的困惑，各位请看。当初我结婚的时候什么都没要，从老家出来就投奔他了，可是这么多年他不但不知道珍惜我，还让我一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日子现在没法过了。我对他怎么样他心里清楚，供他吃供他住，什么都不用他管，他竟然还不知足，天天跟我作对，一点也不知道体谅我。他总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去要求我，只要有一点不顺他的意，他就跟我大吵大闹。他对我从来就没有过一点好脾气。我辛辛苦苦的容易吗？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他好，他在外面什么都不懂，是我一直在保护他，他却想着跟我闹离婚。有请这对夫妻，有请。景先生42岁，来自河北个体；李女士36岁，来自山东个体。欢迎两位哈，结婚10年了啊10年多了。10年多了啊。对，行，是私奔的是吧？对。家里不同意？对。啊，后悔不？后悔。是老鼻子后悔了，还是就是后悔啊？老鼻子后悔了。哎呦，老鼻子后悔了，怎么了呢？这男人不好吗？后悔什么呢？因为当初的时候我就是不顾家里的反对，然后就跟他这么走了。后来结婚了以后，经常这么打架，吵吵闹闹的，我感觉现在受委屈特别严重。我不想再跟他过了，然后也闹了很多次的离婚。曾经给我写过了2次的保证书，但是也感觉作用不怎么大。所以说我现在不想跟他过了。还有保证书是吧？对。保证书是不是也拿来了？看看为什么啊？来。啊，因为生活原因导致自己的脾气很大，啊，老是动不动就发火，对媳妇儿不理解，不再大男子主义，绝不翻旧账，不再言语攻击，给妻子足够的个人空间，不再反对妻子回娘家，如果再犯净身出户，经济大权交给媳妇儿。好，看出来了啊！我们提炼一下重点的话，大概能提炼出几点吧？对你不太信任，对吧？对，不放心，对吧？对。钱过去应该是他管，控制的钱，所以要交钱，对吧？对。然后还干涉你跟娘家的往来，是吧？对。这都是怎么一个情况？能具体的说一说吗？起初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在所有人眼里都感觉我就是他不喜欢我出去工作，感觉别人看到我特别的幸福。感觉我不用工作，天天就在家里就靠这个老公养着。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就是这个男朋友养着吧，感觉特别的好。但是呢，每个人都有个人空间嘛，我也需要有自己的空间，需要就是有朋友。然后我就出去工作，但是我每一次的工作就是没有超过3个月的。只要说我只要在那一工作，他肯定就是去不是和老板吵架，就是和我同事吵架，肯定就给我搅和黄了。当时我们靠自己的努力，然后我们就是经营了一家小酒楼，然后呢，因为就是我们经营不太好，倒闭了，然后他呢就是出去跑滴滴，我感觉他也挺辛苦的，然后我也出去找了一份工作，结果他就是又不让我去干，又给我弄黄，就让我辞职，不让我干了。为啥呀？怎么说呢？本身我比他就大7岁嘛。啊，你看他老出去上班，说句心里话吧，就不放心呗。怕有了别的人，就一直就控制着不让上班。可是呢，最近呢，他上一个班，不是很满意。啥班啊？那就在园林里边上班。在园林上班，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兼职，可能是最后因为，说实话，那里边的都是一些岁数比较大的一些大姐大哥们，然后他就感觉在那里边我就是和他们接触不太好，可能毕竟我年轻一点嘛，就是接受社会物比较快一点，
然后我就是过了没多少时间，就给我升为正式的了，然后就给我提了一个就是小带班的，他这就不愿意了呀，说凭什么就升你做领班呀？他就开始怀疑我，他就感觉我和人家有关系。你以前没干过，人家1个星期就升你带班的了，里边除了老大妈、老大爷一帮男的，我能放心吗？我能不怀疑吗？你有啥能力呀？我是靠自己的能力，然后我自个儿升为带班了，升职了，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你就因为这事天天和我吵架，天天语言攻击我，这是你应该作为一个丈夫该做的事吗？我跟您说，半宿喝酒不回家，没有，喝到11点多，孩子都在家里边不管。事情是这么样的，因为就是我也是刚升职了嘛，那一天加班，然后那个老板就说呢，加班加到8点多，挺晚的了，说那个就大家伙一块吃个饭吧，出去聚聚。然后我也跟他打电话说了，我说今晚上我要加班，老板要请吃饭，然后可能回去要晚一点。结果后来去吃饭了以后，就是同事非要去唱歌去，确实是这个地方我有点理亏，因为确实回家有点晚了，孩子自己在家里，也确实让他担心了。他后来给我打电话，让你吃饭，你可是又喝酒，你不喝的话能灌你进去吗？你不知道自个儿孩子在家吗？11点多了，这个事是我做的有点理亏了，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件事一直抓着不放，你不能老是说，哎呀这样那样的语言攻击我，这两口子过日子有这么过的吗？我从北京空放100多公里机场回去了，那屋里边，哎呀，那全是酒味儿啊！那孩子自个儿在屋，爸爸我自个儿害怕了，你是不是让我辞职？吗？那是不是我后来我辞职了？是不是我不干了呀？那不干了以后，这个事是不是可以接过去了？那我要不说的话，你能辞职吗？你不是必须还得那样吗？那也已经辞职了，那我也已经按照你说的话又做了，我又这个工作又失去了，是不是？我又没看长久，做这么多年来，我这工作没有一个工作长久的。行，这是保证书里写的嘛，不给空间嘛，我工作你要搅黄嘛。对，那个。上面还要写什么回娘家什么的，是为什么呢？当时的时候，我妈呢，她比我大那么多，我妈那时候就不同意我们俩人在一起。她上我们家里去跟我妈闹，然后就觉得就是我应该就必须得跟着她，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跟她跑了。她后来她就老是拿这个事说我妈看不起她，然后不同意，她就不让我回娘家。每次回娘家她就和我吵架，然后就是语言就攻击我。你看现在一吵架就是你和你妈一个样，你家人都怎么样。所以说，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委屈。当时的时候，当初是你给我私奔的，当初。可是到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家7大姑8大妈都说我还是骗了你，我骗什么呀？确实，当时的时候，你确实，你说你是不是骗了我吧？你是不是骗了？没有说经过我妈的同意。我妈当时的时候对她那个样子，说实话，作为一个老人来说也可以理解。我们作为小的来说，应该怎么样去让老的放心？然后你不应该现在承认这姑爷了吗？承认这个姑爷了，那不就行了吗？那你较什么劲呢？承认姑爷我也不愿意回去，那你为什么限制他回去呢？逢年过节他也回去，但是我是不愿意回去。为啥？到现在打电话，我丈母娘包括大姐他们家里边都说我骗了她闺女，一直就对我不好，所以回去没必要，我也不喜欢回去。那难道我跟了你了以后我就没有家人？你不愿意回去，你可以不回去，但是你不能限制我回家，对不对？他为什么限制你回家呢？他感觉就是说我一回家以后，我也没限制你，你自个儿回去。我妈给我传递什么不好的想法，让我不跟他了或者怎么样？因为当时我妈就是反对我们俩人在一起嘛。听明白，就怕娘家人说他不好，你回来跟他闹是吧？所以限制你。对。这上面还写了一条，限制你跟朋友的来往是吧？对。自从跟着他一起，你不让我接触异性朋友，我可以理解，是不是？但是同性朋友都不让我接触。自从跟着他一起，我就基本上我朋友圈就是空白的，没有朋友。他就感觉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感觉就是他们你接触的都是什么朋友？传递我一些除了个离婚的，就是个离婚，你跟他们能学出什么好啊？那离婚的难道就代表他的人品不行吗？离婚也不是他可以选择的，谁想结了婚，谁想离婚啊？谁不想过得幸福一点？你就算是限制我，不让我和你叫我，但是你也不要语言攻击我，说我怎么着，你老是给我扣那些帽子，谁能受得了？开始经常骂你。对，经常性的骂，就是把就是一些口头语经常带在这，而且平时就是说话聊天就感觉就是说不信任你，你怎么样，人家凭什么就和你好，人家怎么样，你看看人家媳妇都怎么做的，你看看你天天干什么呢？过日子是这么过的吗？还有就是前几年我那个因为身体原因，然后做了个小手术，然后我在我们娘家养身体。
他回我们娘家，然后就是那时候也是因为他限制我朋友嘛，对吧？我没有什么朋友，那时候他老是忙他自己的，不关心我，不照顾我和孩子。然后我心里我也委屈，我和那个他们家人说，他说我就是家丑不可外扬，不让我去和人家去说我心里话，我都快压抑的喘不过气来了。所以说我偶尔我也有1、2个朋友，说实话那是朋友，也不是说现实中的虚拟的。我有的时候就感觉我自己快崩溃了，我就想找一个人诉说一下心里的话，是吗？对。然后呢，后来因为我做手术以后，人家给我打了个电话问呢做手术怎么样恢复的，然后正好被他给电话给接到了，这就不依不饶，在我们家就和我打起来，和我闹起来，和我妈说就让我等着和他聊。单说你，我接了个电话，你天天抱了个手机，聊来聊去，有说有笑的。有说有笑，那我那你陪我呀，倒是你和我聊呀，我和你一聊3句不来，你那家伙骂骂咧咧的，语言暴力就上来了，我和你能聊得了吗？啊，在家里边呢，我带你回家你不回。那我能不想我是不回的吗？是不是我妈说的？刚做完手术回家以后也干不了活，说是在家里把身体养好了，过一段时间养的差不多，你们再回去，你再接回去，你先回去工作着，让孩子在这儿一块帮你带着。我妈是不是这么说的？你怎么做的？回家以后和我妈就吵闹，后撂下一句狠话，带着孩子走了，等着离婚好了，是不是你撂下的？本身就是天天跟网友聊的嘻嘻哈哈的，谁不吃醋啊？我聊天，让你回家你不回，我为什么和别人能聊得嘻嘻哈哈，和你都聊不在一块去呢？你为什么不找找自己的原因呢？我和你就是能心平气和的聊吗？行，听懂了。所以说芥蒂还挺深啊，老担心妻子会跑，是吧？现在孩子多大？13岁了。一般谁带？我带，一直从小到大是我自己带的。男孩女孩？男孩。跟谁感情好？和我感情好，因为他脾气不太好，比较大男子主义，在教育孩子方面，想把他的思想加入孩子想，孩子毕竟是个孩子，不成熟，是不是？他老是以他的想法去要求孩子，他感觉孩子做的都是错的，他都是对的，所以说孩子有的时候对他也是敢怒不敢言，好多事他都不好，孩子就是沟通，动不动就是打孩子骂孩子。前段时间我把手机给没收了，他就宠孩子呀，偷偷摸摸把手机给他，然后后来就开始埋怨我啊，你怎么管孩子？你看看我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你说把所有的错、所有的责任全归根在我身上，我就感觉到我真的我好委屈啊！到头来我落不了一句好，我跟他这么多年了，什么我都不要求，我就要求就是说能理解我一点。你理解我吗？这么多年你理解我吗？啊？我怎么不理解你啊？我脚疼成这样，末梢神经也疼成这样。你关心过我吗？说脚疼成这样，就是他老是说我不关心他。人家问什么？那我问你一下就能好了吗？你问他是不是这样说的？啊，我问你一下你就能好了？那我在心里关心啊。你说疼的时候，那我是不是你让我帮你洗脚，我帮你洗了吗？天天我都挂在嘴上，你疼吗？我感觉很虚情假意的，我用实际行动我想去做。看了吗？看过，医院说，我再厉害就马上要截肢，知道吧？医生说了让你养着，现在就是吃药，然后就这么养着。还有呢，他老是以脚这个理由来攻击我。前段时间，我爸去年去世了，然后我爸今年的忌日，前几天我要回娘家，就是给我爸过忌日，他结果就和我嚷呀，和我闹呀。他说我这活的，我怎么跟你闹的？我怎么跟你闹的？你不就是咱们饭店刚开，我又开了个小饭店，现在比较忙，就我们2口子没有雇人。我就说了，刚开这饭店挺忙的，咱俩没雇人，是不是？咱就雇活人吧，还雇死人呢。我这脚疼成这样了，我还得打理饭店，你就不能体谅一下？你们家人没有体谅我一下，一个电话没有，你憋着气儿就要回去啊？我们家人怎么没电话？怎么不关心你了？我妈是不是每次打电话问着你脚怎么样了，好多了吗？要不要去赶紧上医院去看看，上大医院去查查？你自己你不去，那你这样一个老人去怎么关心你？活着都顾不过来了，你还怪过死啊？什么风俗呀？那我爸刚过世了，那我要回家，那也没有错，是不是？你说我自个儿忙活好几天，他不考虑我这脚。打算离婚吗你？不离。为啥？因为我这么多年走过来了，我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在爱护他。你看，包括他外边上班了什么的，我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不一样。那人家受不了了呀。那我以后就好好改正呗。这能改得了吗？你是特害怕失去他是吧？我真怕失去他，
因为我生命当中就不能没有他，因为我干什么事情，你别看我这样大呢，我干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他。所以我让你形容一下你结婚10几年的这个日子，你会选择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一个什么样的词呢？怎么说呢？这么多年，有了他，我觉得很幸福。你说说你的感受。我有了他，我感觉我这么多年，我感觉我过得特别的累，感觉特别的压抑，干什么事都不被理解。他老是拿我和别人做比较，老是别人怎么样怎么样，别人家媳妇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和别人过了吗？没有，你不知道别人家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知道了。这2句话凑在一起，我们把它整理成文字是这样：我用我的痛苦、压抑，换来了你的幸福，就是这么一句话。你是幸福的，他是痛苦而压抑的，这就是这10几年的婚姻现状。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题。节目上是实在不能骂人啊！您当年心里的结儿，过不去那个坎儿，对他娘家的怨恨，觉得他娘家人瞧不起你，所有的种种的，你心里的不平衡，全部在这些年压在他的身上。她是你娶回家的媳妇儿啊，她是个人啊。你的语言暴力，我们在台上可能听到的只是1/10，甚至更少。我能想象到你面目狰狞说出那些一句一句狠话。你以为语言暴力不算什么是吗？语言暴力更可怕，它直接刺伤的都是人的心。而且你特别有意思，你虽然字字句句都在瞧不起他，你会什么呀？你有什么能力呀？但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吗？我看到的是你在用言语打压他，因为如果你不这么打压他，他的能力和他的光芒早晚会盖过你。当时他爸妈不同意他跟你在一起是对的，你带他走就给他这样的生活吗？你让一个女人让自己的妻子说我跟你在一起过10几年，我太压抑了。最基本的孝道，父亲去世了，到了忌日，1周年忌日，周年忌，死者为大。你说先不活着的人，咱做事儿得要讲点良心。你每天就把他放在家里面，把他关起来，然后让他像一只金丝雀一样，他不能有一丁点自己的社交，不能有自己的个人生活。所以我觉得他不是压抑，他是连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都没有。我看不到爱，我也看不到说你离不开他，你不能没有他。而对女士，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年的苦日子撑到现在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如果你要是下定决心要选择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我希望你尽快做出选择。女人一定不要被婚姻生活折磨得失去光泽，最可怕的不是年华衰老，而是失去了自我。为孩子活完，为家活完，为自己活吧。谢谢。谢谢山大老师。他平时攻击你的时候都说些什么？老是把我们家人带上。什么原话？感觉有点不能说不出口是吧？太难听了。你说一说。把日，我感觉我骂不出来，我说不出来。你这1年跟他在一块儿，你觉得特别幸福的时候有多少次？他不好，我吵架的时候还好吧？不是还好，我说觉得幸福的时候。你自己讲讲，你这1年对他最好的事儿，讲1、2个。我对他挺好呀。很好是吧？我觉得挺好呀。我们2个从一无所有到现在，我就最近1年嘛。当年你骗他私奔时候怎么骗？估计怎么哄都哄了嘛，是不是？是呀，我们现在都是套路嘛。最近1年你做了什么很爱他的事，让他感觉到特别快乐、特别幸福的事？你也想不起来。所以你想想，你对他恶语相向，不是1次2次啊，我感觉到是时时刻刻，
无处不在。要是他都生活在惶恐、错乱、无助，觉得自己无能，什么事情都是错的，但实际上你都是对的吗？你根本不是，你就是为了把他放在你身边，生怕任何一个人，哪怕是一份工作把他抢走，因为他那份工作如果做得好了，你都会觉得他可能离你而去，所以你是要把他跟世界绝缘，控制在你身边。你做了多少过分的事，老人再怎么样，10几年了不能原谅吗？那是血脉，是他们生了你的老婆，你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吗？他交往连女性你都不让他交往，那是他基本生活，他在你这里边得不到快乐，甚至得不到舒心和放松，连同性朋友都不能有，你太自私了。如果你真的爱他，你会想什么对他来说是快乐的？他在工作中释放了自己，你会觉得替他感到高兴，那才是真的你爱他。你对他没有爱，只有占有，只有索取，只有你自己。而为了你自己，你不惜反复的伤害他和他身边的人，你真的太过分了，不值得。我觉得该走就走吧，找你自己的生活。你已经被控制了10几年了，不要再被控制下去了。谢谢李总。你听明白老师说你的是什么了吗？听明白了。你知道你为什么幸福了吗？你把你所有的情绪、所有的负能量全部都发泄在这个家庭里，你当然幸福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他幸福吗？他一点都不幸福啊，他生活在压抑当中。这个压抑是谁给的？是你给的。所以你还在这儿振振有词的说我对他很好啊，你对他一点都不好。我真的觉得你真的是欺骗当时他年轻无知，你许给他一份未来，挑唆他和家里反目。先生，如果你今天不觉醒，那我完完全全支持你妻子离开你，去创造自己新的人生价值。妻子，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活出自我，我们要把自己被压抑禁锢的那部分天性释放出来，这样你以后的人生才有机会享受光明和愉快。但是也请你三思而后行。我希望你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觉醒，但是时间不能长，因为这样的生活确实太压抑。谢谢。谢谢杨老师。对不起啊，我可以这么说一句，你简直是这个家庭的魔鬼，是一个精神方面的施暴和施虐者。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女性觉醒的这么一个话题。我想对你说的一件事情是，结婚是自愿的，离婚也是自愿的。离婚是自愿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也就是说，离婚这个事情不是必须双方同意的。当你单方面你认为情感破裂受不了之后，你是可以选择离开的，就像当年你选择私奔一样，当初有多大的付出，今天你依然要去做一样的付出。如果你在一个婚姻里面，你发现根本已经看不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你在一个婚姻里面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受到伤害，那个人已经不再呵护你，那这个婚姻就不再是你追求的幸福。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但我有个问题问一下，就如果截肢能保命，不截肢不保命的话，你是截肢还是不截肢？截肢呗。为啥呀？因为截肢还有命活呀。他其实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你可能自己他现在满肚的埋怨，知道吧？你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什么地方？你做了一个当年你最痛恨他母亲做的事情，你做了。他母亲只是反对了女儿的婚姻，而你反对了你妻子的所有人生。你比他母亲残暴多了，你天天骂谁呢？不就骂你自己吗？你的丈母娘剥夺了女儿自由婚姻的一个权利，你剥夺了她的工作权，你剥夺了她的社交权，你甚至剥夺了她跟家人来往的权利。咱就把这理往这儿一摆嘛，你丈母娘只干了一件事嘛，还没干成嘛，所以你至少应该通过今天的节目给她自由，让她去做自由的选择，选择权利在你自己的手里。
有勇气私奔，你就有勇气对生活重新做选择。当然，我们指的选择不一定是要离婚。生活给我们提供了修正错误的机会，请抓住每一次的机会。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夫妻，一起进入真情60秒。媳妇儿，这么多年了，我知道我做的有些地方不对，希望你能谅解一下。毕竟这么多年了，孩子也这么大了，我们俩从没有到现在生活比较好一点。我继续改正我的错误，希望你能再包容我一次。之前你不是写过2次的保证书吗？然后就是咱们私底下写的，然后也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然后呢，我今天就是守着各位老师和主持人，我就想让你，能不能就是说，再给我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把这所有的错误都改正了。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了，当初我选择了你也不容易。是，我知道，所以说我认识自己的错误。所以说你现在身体也不好，我也不想就是说离你而去。谢谢。哎呀，希望你有良心吧，特别善良。他抓住了他的善良，他吃死了他的善良。哎，谢谢2位，请回吧。请开门。谢谢老师们。我只希望先生从今天开始能有点良心，好好的善待你身边的这个女人吧。谢谢2位，请回吧。好了，来了解下一对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和他在一起1年多了，我很爱他，但是我对他越好，他就越任性，爱欺负我。我们在一起后，他说会包容我的一切，但是他现在却老是抱怨我不懂事，太任性。我只是想让他全心全意爱我，难道这也有错吗？他现在越来越霸道，什么事都要听他的。我现在活得真的太累了。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王22岁，来自成都，自主创业。小静23岁，来自成都，兼职模特。欢迎2位年轻人啊，在一起1年了是吧？对。对啊，你们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在街上是怎么认识的？因为这对是在街上认识的。啥情况？对，因为当时在商场嘛，我觉得她挺漂亮的，我就觉得如果平常的要微信的话，哈，肯定是要不到。然后我就急匆匆的去把他的杯子给打破了，然后我就说加个微信吧，让我陪你，之后就聊了聊天，然后请他看电影吃饭，然后就在一起了。你是一老手啊？没有，我只是急中生智。啊，这后来怎么陪了个杯子就陪成了又吃饭又看电影了呢？我很好奇，姑娘。因为他当时就对我也很好嘛，他就是总是很幽默，老是逗我笑，我也觉得他很不一样，跟其他的人，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了。所以要说一句，年轻真好，就是跟着感觉走，所以也是一段美好的开始啊。怎么了？现在？我觉得我很宠他了，我可以说我是宠到他上天了直接啊。然后，但是我接触之后，他太刁蛮，太任性，我真的是受不了他了。哦，你受不了了？对，我实在受不了了。我的天哪！就是他家里面条件比较好嘛，他家里面干房地产的，然后我家里面就是那种工薪阶级。然后我们在一起5个月之后，他就把我们的事给他妈妈说了，他妈妈就觉得好像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不是，你为什么总是在意我父母的想法？我都跟你说了，我跟你在一起，你只需要宠我一个人就好了呀，你怎么总是说他们呢？因为我还是想让你父母祝福我，他父母就觉得我们不合适，然后就因为这个事儿，他母亲还专门找我一次，他母亲就说他女儿从小到大想要什么都行，凭什么要跟着我受苦受累啊？
就是说叫我们赶快分手嘛。哦。然后他还觉得说我一紧张就磕吧，这种就觉得上不了台面。不是主持人，我妈妈找他，我是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但后来他告诉我之后，我很生气。这个世界上只能我欺负你，就算我妈妈，我也不想让你受欺负呀。然后他就强行让我给他父母撕破脸，然后就是给他父母对着干嘛。他就说叫我出去跟他合租，他妈妈本来就很不高兴我们在一起了，然后还要我跟他一起合租，那不是火上浇油吗？然后我一开始是不愿意的，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我，他就说我是个很没用的男人，他都不怕，我怕什么？本来就是呀，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的，我都为了你跟我妈妈撕破脸了，跟我家里面啊示威是这意思吧？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本来他父母就不高兴，然后我是刚毕业出来嘛，我想创业嘛，然后我也去借钱啊，然后他就直接从他父母那里拿了一笔钱给我，虽然我还不知道，他还瞒着我，后面我才知道的。你怎么会不知道啊？他就说他是跟他朋友借的，我当时也不要，然后他一直硬着我拿着了。不是，这本来就是我的钱呀，这就是我父母给我，然后他是我的钱，我就是找我父母多要了一点零花钱，然后他说他想创业，他去找他朋友借钱，那你跟我在一起，那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那我跟你花怎么了？但是你知道吗？我拿了这笔钱之后，我压力很大，主持人，我压力很大，我每天就要想着我不能失败，我只能成功。那我都跟你说了，多拿了多少零花钱啊？对，我也想。就是我找他们多要了一点。不是，你到底给了他多少钱吧？就几万块吧。他创业，他还找他朋友借了一些，我就帮他添了一些。还好吧，理解你，理解你。那我跟他说了，我说这是我的钱，没事儿。我说你失败了，我们再来，我陪着你，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就行。而且我跟你说了，这个钱我算借给你啊，等你创业成功之后，你再把钱还给我父母就行了。但是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以后我怎么面对他父母？哎，那以后是我跟你结婚吗？还是我父母跟你结婚？你看，你只需要想我的想法就行了呀。哎呀，这骄纵的小公主，我要说你一句话，你都没脸站在这儿了。那么恨你父母，问你父母拿什么钱啊？我没恨我父母呀。你不是讨厌他们吗？不是他的想法，他老是想着我父母怎么，他跟我在一起，他就觉得很有压力。他就是有压力，这客观现实啊。对呀，但是我现在也不想让我父母这样觉得他，所以也想让他成功啊，所以才去拿这笔钱让他。他要一辈子不成功，你嫁不嫁呀？我要嫁。所以焦点并不是在这儿嘛。啊，接着说，小伙子，第一层听明白了，因为家庭的这个悬殊，对啊，让小伙子压力巨大啊。好，就是还有我平时是一个很喜欢打扮的人，真的，就是我不瞒你说，我以前是个精神小伙，但是你看一下我现在，就是说我以前我还会整一下发型之类的，我以前挺精神的，之后我以前会把我的头发给支起来。然后不是主持人，他每一天就是花时间太多了，在他发型啊，在他这些脸上，就是你多花时间在我身上怎么了？谁也要注意形象啊！我是个男的，那我也要注意形象啊。他就不让我弄头发啊，他就去把我的发胶啊，然后这些都给扔掉。然后我有时候我还会就是修一下眉，他也不让我修啊。之后我皮肤本来就很不好嘛。然后我以前就会敷面膜，他就说我不爷们儿，然后他就不让我敷。我只是想让你把时间多花一点在我身上，就你捯饬的那么好干啥嘛？我觉得你现在就很好呀。还有衣服，我平时喜欢买一些比较花哨的衣服嘛，毕竟我才20出头一点。然后他就给我买这些格子衫。你现在又在创业，我觉得这种比较成熟、比较稳重啊。很好看吗？我觉得好看就是好看，跟一个40-50岁的人一样。你不是说了要听我的吗？以前你老是说要一直听我的，那我现在觉得你这样就是很好看，那最好看呀。啊，好，这个也听明白了。还有啥让你不顺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拍照嘛，会发一些朋友圈，然后他只修一下他自己的图片，他从来都不会修我，从来不会，就好像精装房跟毛坯房一样。我也想在他朋友面前好看一点，有错吗？没错吧？没有那么夸张哈，主持人。我觉得我们两个我们在一起，我漂亮我就行了呀，你就负责好好赚钱，好好宠我。然后他非要想就是我们 P 图，他老是想让我跟他 P 的好看一点。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干啥老是想要 P 呢？人家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吗？那我觉得你现在就很好看了呀，你不用 P 就已经很好看呀。我觉得我不好看。
老纠结那么多一个大老爷们儿。他总觉得我不大老爷们儿，然后他总是让我做一些不大老爷们儿的事儿，就比如说，他让我给他拔腿毛，他腿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毛了，然后我还要像大海捞针一样一根一根的拔，之后我拔成了，他要薅我头发，我都在想，有一天他的腿毛光了，那我的头发也就没了。不是你还好意思说？那凭什么人家男朋友都可以帮女朋友拔，那你就不行呢？那你不是说了你要永远宠着我，你要永远帮我吗？那你别薅我头发呀，对吧？行，你就买顶帽子就完了嘛。哎呦，真是把自己保护起来。还有什么委屈吗？我说他还特别喜欢出去玩，去夜店啊、酒吧呀，去蹦迪呀、放飞自我呀之类的。带你去吗？不带。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带你去了？我说我要带他去，可是他每一次去了到门口，他说我不去了。我就觉得他会跟我一起走，但是他从来不会跟我一起走。我是说，你要蹦的话，你会回家蹦嘛？我给你买对音箱，你蹦嘛？那你放飞自我，解放天性嘛？可不可以嘛？不是，那氛围能一样吗？我就想出去跟朋友放松一下，我就是累了嘛，我就想出去跟朋友玩一下。那你现在一点都不心疼我了是吧？我每天工作我也很累呀。他去给异性去喝酒。那人一样吗？就像他只允许他吃醋，他从来就不会允许我吃醋，就好像我有一个女闺蜜一样，就是她分手了嘛，跟我诉苦，跟我发了几张照片，然后她就干嘛？主持人，她就加。我要说一下，我必须要说一下这个事情。她这个女闺蜜就是一个她的大学同学，不知道一年要分多少次手，每一次分手就是大半夜的找你干什么？跟你发那些小吊带的照片让你 P， 你给她 P 了干什么？发在朋友圈。是继续去找寻下一个吗？那为什么每次大半夜给你发呀？还发那种小吊带的照片？那我受得了吗？你看嘛，他总是这样。他有一次就是说，还加了他微信去骂人家，骂不过人家还要去打人家。我怎么可能骂不过？我并没有骂不过，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加了他微信，我跟他说了，我说人家是有女朋友的，你不知道吗？你为什么要大半夜跟人家发这种就很过分的那些照片？那我就说你这样不对，他还理直气壮说啊，那怎么了？我给他发这种照片怎么了？那我就去找他了呀，找他了，我就是教他怎么做人，教他怎么当女生啊，不知道人家有女朋友吗？来勾引人家。他这种就是不可理喻。什么又是不可理喻？太任性了，我就感觉。又任性？那你现在就处处为他说话，那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他呀？我真的是搞不懂你。你看他就是这样，主持人。哎呀，后不后悔那会儿那么莽撞的把人家小姑娘的水杯就给撞倒在地了？不后悔，不后悔就忍着嘛。主要是我忍不下去了。本来就是你的错呀，看到一个女生就怜香惜玉吗？你不是说了把我当成公主吗？你不是说了要永远对我好吧，永远宠着我吗？但是公主也不会这么当的吧？怎么现在就说的跟做的不一样了呢？她还在生活上很折磨我，我就是很受不了这一点。你看她很瘦了，我跟你说她不到90斤，可以说是风一大就可能把她吹倒的那种。然后她还是要讲着减肥，天天吃的水果沙拉、蔬菜沙拉，还带着我一起。我每天下完班本来就很累了，然后他还是让我跟他一样。不是我每天给你做饭，你还嫌东嫌西了。我现在真的是跟一只兔子一样，回家就看着一些草。不是，你应该不是觉得很幸福吗？你每天下班回家，我把饭菜做好等着你。等一下，没有饭，只有菜。饿吗？我现在还饿着呢。录节目的时候，他们不给你吃盒饭吗？他不让我吃，没有那么夸张。那每天摄入的那些能量是够了的呀。那我不都是为了我们两个好吗？那你看看你现在身材多好，这是谁的功劳？我觉得我这是饿瘦的，我不是身材好。而且我还有个哥们儿，我有个哥们儿经常不联系。然后有一次他回来叫我出去吃烧烤，然后他就硬要不让我去，他说那个外面不健康，太油了。我不让他去都是为了他好。因为他的肠胃不好嘛，他一吃那些烧烤啊、油腻一点的东西，他就难受。他难受，我也跟着难受呀。那他又不想做这个坏人，那只能我来当咯。我说我不允许你去，那让你兄弟觉得我怎么样？那我不都是为了你吗？我说我宁愿那个太不卫生，我都愿意去，我都想尝一下肉的味道是什么。每天晚上，然后还要去跑步，让我陪着他跑。跑完步，我们家住5楼嘛，明明可以坐电梯上去的。但是他就要让我背着他上去，
他说他饿了，就是他走不动了，他连坐电梯的能量都没有了。我在想，我也只是这么多啊，你每天吃多少，我就每天吃多少啊。你是个兔子，我也是个蓝兔子啊。你自己以前说过的话你都忘了吗？你说我就是你的公主，你永远当我的骑士，我让你背一下抱一下，这没什么嘛。那你作为我的男朋友，这不就是你应尽的义务吗？这个骑士他也要吃饱了才能撑起他那身盔甲吧。我就很不理解，我怎么觉得就好可怜啊！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一个男生说我吃不饱，我饿呀，给他准备好盒饭啊，录完了以后多让他吃起。没有那么夸张。兔子骑士啊，兔子骑士，来，他还有个特别坏的毛病啊，他就是很晚才睡，然后我每天本来工作很晚很累了，然后我还要哄他睡觉，他才能睡。你不应该哄你的小宝贝睡觉吗？难道？就因为这个，我还专门去学了一些催眠手法，就是助眠嘛。他心情好的时候，我还给他泡脚。现在大家年轻人谈恋爱嘛，大家都会在秀恩爱呀。我也想告诉大家，你对我很好呀，我也有这样的人宠着我呀。而且我妈妈他们本来也不是很喜欢他，但是我想改善一下这个关系，对不对？我就发给我妈妈，我说其实我跟着他很好，没有让我受苦啊。你看嘛，主持人他就是这样，刁蛮任性，他从来不为我考虑，他就是觉得是什么那就是什么，反正他说一我不敢说二的这种。不是，我觉得我对你的任性，那就是我爱你的一种表现呀。那我也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为了你，我也跟我父母闹掰了，我陪着你创业，我陪着你一起辛苦嘛。那你现在是怎么对我的呢？不是，姑娘，我听小伙子意思，跟你父母闹掰是你要闹的，人家不敢闹啊。那我就是看不惯他受欺负呀，我父母就反正只能我欺负他，这很正常啊。不是，他今天一直在说我，那我也要说你啊。那就是他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出去喝水，我忘了关灯，开个灯也开不了多少钱吧。他要跟我发火，跟我吵架，我就是做了的那个菜我没有吃完，我再放在冰箱的有几天我把它倒了，他也说我热水开久了，我那个水龙头本来就要放一会儿嘛，水开久了也要说我。我只是觉得该绝的就绝呀，我跟他说了无数次了，是无数次，我跟他说要关灯，但是他从来不会关灯。姑娘，这是他的生活习惯，挺好的呀，节俭呀。我知道这些，我就是我慢慢在改变嘛，但是我就是有时候忘记了，但是他老是说我，那你没必要跟我发这么大的火吧？还有我给他说过嘛，我皮肤有时候就是对化妆品有些地方过敏嘛，他现在说每天就是哎呀我们要节约一点，他老是跟我推那种便宜的，他明明知道我对这个东西过敏。当时我用了他给我买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当时就满脸。我父母他们也是用的平价护肤品啊，就你珍贵，你是仙女儿。你从来就没把我放在心上。以前刚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了我就是你的仙女啊。哦，现在在一起了，我就不尊贵了，我就是黄脸婆了吗？他就是这样。谈了多久来着？无法沟通。1年哈。对。啊，差不多了啊，激情褪去了嘛，开始认识彼此嘛。你们现在见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对方嘛，刁蛮的小公主嘛，有个性的小王子嘛，这就是彼此认识了，这就是恋爱的一个过程啊，一段经历啊。下一段就是你们愿不愿意接纳和接受对方嘛。所以问题全部留给我们的4位老师，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你一定是想抵抗世俗，觉得门当户对这种话特俗气是吧？我觉得你觉得爱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对吧？对呀，我觉得只要跟他在一起，怎么样都可以啊。跟他吃苦也行是吗？对，我已经这样做了呀。那你就是用不了那么高档的化妆品怎么办？你只能满脸过敏，怎么办？没有想过。你要想啊，那谈恋爱其实就是价值观的碰撞，到最后激情褪去，两个人每天就要面对鸡飞狗跳、琐碎的生活日常的时候，就是价值观在碰撞。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一定先拿出来说，你们两个人要想继续往下走，做没做好准备，就是去接受和面对、包容跟你完全不一样成长环境的这个人。第二点，姑娘，你懂他吗？你知道他最在乎的是什么吗？你永远都是教科书式的谈恋爱，别的女朋友他们的男朋友对他怎么样，我就要你怎么样，别人洗脚你就要给我洗脚，洗个脚就是对你好，喜欢你，爱你了。
你觉得你们有贫富差距，你觉得你不在乎，但其实你处处都在体现你和他之间的差距，因为你变着方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折磨他。所以我觉得，在我看来，你可能是喜欢他，但是你不懂得怎么去爱，因为你没有真正的了解他在乎的是什么。然后对男生，我想说的是，一开始我没有对你有一些反感，但是说到最后，我对你的反感很大。我觉得你有点拿着这个贫富差距在说事儿，故意刁难别人。你如果一开始就觉得这段感情差距太大了，你压力会很大，走不下去，那你就压根不要往下走。你一边要往下走，一边还这边嫌弃人这个嫌弃人那个，确实他作，他是有毛病，但是我不相信他对你的好你看不到。所以我觉得其他的都不说，就想一点，现在就这些琐事儿能不能共同扛下去面对。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我觉得啊，就是在你们的关系里边，这小伙子的梦已经醒了，破碎的全部都是鸡毛了，而姑娘你的梦呢还没有醒。我希望呢，我这盆冷水能帮你去泼醒。你觉得你对他很好，其实你对他不但不好，而且根本都不是拿他当男朋友，你对他甚至一直是鄙夷，因为你觉得你下嫁了。所以呢，你虽然说不能让你妈妈说他不好，但是你每件事都说我比你尊贵，你应该为我付出更多，所以我睡不着，你要按摩，你要给我洗脚，我上了一个地方你要背我，我吃素你也不准吃肉，你真想让他创业成功吗？他脑子能量都不够，他晚上睡觉都得哄你，他自己不能睡好，他怎么去创业？你根本没想过。所以呢，你说他把你宠成一个公主，你没把他当王子，你也没把他当驸马，你把他踩在脚下，所以你应该觉得汗颜。你既汗颜从父母那边拿到了很多东西，你又汗颜这么对他，把他踩在脚下，你没有一丁点的尊重。所以我告诉你，不会有好结果的。他也不是一个特别靠谱的男人，他当时对你海誓山盟，对你说什么都可以，现在呢，他已经觉得对你的所有的付出都是不值得的了。如果他心甘情愿的一直为你这么做，你今天仍旧志得意满的不会来这个台了。我希望你今天就醒吧。谢谢厉总。如果我是女生的家里人，确实我会心疼。我的心疼难过真不是你受穷了跟了穷小子，是你如此骄纵蛮横，不懂得一个女孩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女朋友，我会为此而难过。你自己有问题，所以才会有今天的哭泣落泪。我知道我有很多问题。我们的生活不是不管不顾的，我们不是说自己有了什么想法推开门就走了，跟父母不用交代我们就去做了。我们的生活不是我希望男生穿成什么样他就穿成什么样，没有这样的人生。男生，如果我是你的父母，我是你的家人，我也会很难过。我难过的是你不能坚持初心，你有勇气在马路上碰到一个漂亮的女生就上去跟人家搭讪搭成女朋友，你没有勇气对自己最初的选择负责任，所以你没有这勇气和能力，就不如早点各回各家，各找适合自己的爱情。谢谢。谢谢严老师。其实你挺虚荣的，我倒不是说钱的事儿，我相信你那钱是真不想要，但你还是挺虚荣，贪图好看，贪图人家是个公主。问题在于你在娶公主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你接不接得住呢？你就会想，我先把公主先弄回家再说，所以你承诺了一系列你根本做不到的事儿。我要养你，得赚多少钱养他？我要对你一辈子怎么地，现在还行吗？你在和他开始这段爱情的时候，你是有虚荣心在作祟的，这一点你必须要非常的认清楚。如果你今天你说我选择不要这样的生活，你就得跟人说清楚。你呢？你怎么会相信他能做到这些事儿呢？
你怎么就能相信一个这样的男生，他可以陪你吃一辈子的草，他做你一辈子的骑士？你要求他做的事情，难道你就不知道，只是一个男人在大脑被冲昏头脑的那个瞬间才会说出来的话吗？你为什么会去相信他呢？别人说你是公主，你就真把自己当公主？你们之间那个是爱吗？真的是爱吗？是爱还是拥有呢？你们之间那种爱一个人是让一个人自由而美好的发展，这叫爱一个人。你们这种是拥有一个人吗？拥有一个人是希望他活成我想要的那样，那这不是拥有吗？这怎么会是爱呢？所以啊，你们爱上的是对方曾经的那个闪光，你爱上的根本不是现在这个当下，一切撕开，你现在再看一看，你看看他看看你，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我觉得他们俩挺合适的，精神上他们绝对门当户对。她穷到了要靠一个男人的尊宠才显示出自己是个公主，她已经穷到了都不知道怎么着才有自己。20郎当岁，一个男生在这儿喋喋不休地跟我说，他没有办法去做头发了，他没有办法去穿衣服了。您不正在创着业，你哪有那么多破心思想这事儿啊？然后这个心已经小到了说，为什么他屁他不屁我？这不是两个女人之间才有的事儿吗？我只是在看娱乐八卦新闻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严炳宏老师跟莎娜老师在一起照相的时候，他只屁他自己，不屁莎娜，这不是八卦新闻的东西吗？你一个要创业的男人，你在这个上面你发力，你穷成什么样了，孩子？要想谈恋爱，好好谈。到了这个阶段，就是彼此认识了。今天我想老师们就是让你们认识对方，怎么办？你们自己考虑。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是感觉，我应该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你重新要考虑一下，可能我们两个的本质不一样吧。我知道我是比较任性，我可能是对你有很多的要求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是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你说的这些老师他们说的问题我都知道了，我愿意改呀。就我再也不依靠我父母，我陪着你一起，我不会再对你有那么多要求。哎，谢谢两位，请回吧。请开门。姑娘，你说你改啊？你站在门口让别人走那么远，所以你那个把他踩在脚下的那个状态啊，还是没有变。嘿嘿，哎，谢谢两位，请回吧。我们希望这一对年轻人可以通过今天有所启发和启迪吧。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我和女友结婚后啊，丈母娘呢私自配了一把我们家的钥匙，经常不打招呼的突然袭击，来家里给我们洗衣服做饭，我很不自在。和老婆说了很多次，但丈母娘还是不请自来，1个星期呢来好几次，我特别烦。我该怎么摆脱我这个丈母娘呢？很简单呀，让丈母娘无衣服可洗，无饭可做，那不就好了吗？丈母娘为什么会天天来你们家？不还是对你们2个人自己独立生活不放心吗？如果你们真的可以独立的面对生活，而且能生活得很好的话，我相信丈母娘也不会再来打搅你们了。最后要感谢的是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